客，开飞机的舒克。贝塔，开坦克的贝塔。舒克，勇敢的舒克，聪明的舒克。贝塔，勇敢的贝塔，聪明的贝塔。舒克贝塔，欢迎到来，火星情报局变身特工了。开飞机的舒克发现一个提案，开坦克的贝塔验证就交给他，这就是好样的舒克贝塔。有请火星情报局汪涵局长。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I got。哎，喂，怎么关了？局长。Let's 把钱钱打住了。刚才是不是故意的呀？设计的，转移半圈，幸亏我自己身手敏捷，要不然像个老鼠夹子一样把我夹住了。欢迎收看由优酷携手银河酷艺联合打造，由优酷独家为您播出的《火星情报局》。他线打得好大呀！不好意思，局长昨天没怎么睡觉，不好意思，让你抓到了。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博版面啊，太有心机了。虽然说在地球开会是特别的烦，但是在火星开会是非常的闹。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副局长彩儿，还有我们的雪佛，欢迎两位。马克，我的搭档小马哥，沈梦辰、汪聪，欢迎。我们每天呢在这里开会啊，主要是研究一下地球到底到底发现最近地球人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来研讨一下。我们首先从我们的初级特工开始，就这位漂亮的姑娘。我发现男生长得帅，再加上其他任意特质，女生都会喜欢。啊？帅加残疾那是杨过，帅加蠢那是郭靖，帅加老那是韩哥。老算什么才艺？老得快算才艺。女孩子看男孩子应该只要一个帅，不要什么其他才艺的吧？我觉得男孩子除了帅之外，个性要好，然后要有责任感。来，我们问一下梦辰，有钱跟帅，家里条件又好，富二代，身材一级棒，排一下。这好难排哦。你看的不是身材啊，我看的不是身材，也不是帅吧？哦，那倒也是。我看的是有钱。谢谢你啊，这位姑娘，你让我们看出了两个女人。来，这位戴眼镜的，来自果壳网的徐来啊。我发现，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眼睛长得像动漫人物一样不灵不灵的，那会变得非常可怕。动漫人物好帅好可爱啊！人的眼球的大小都是差不多大的，无论是像郭副局长这样的大眼睛，还是像田园这样的没眼睛，田园这样贼眉鼠眼。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眼睛会长得像动漫人物当中那么大的话，这个眼球在人的头里面会挤占你的脑子的位置。你的意思就是眼睛越大人越蠢？我们现场眼睛最大是前锋哎。没有。哇，脑容量好小。没有，哪里有嘛？哇，眼珠快掉出来了，前锋。那就是说眼睛越小的人越聪明了。那场上最聪明的应该是维维喽。他存心眯的。所以我提议要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给那些准备去整容的人，免得他们把自己整成非常可怕的样子。好，接下来雪芙啊，你想听听谁的提案？啊，马可哥。我发现，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都是神经病。哦，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人在家都是神经病？因为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往往是自己最轻松、最自由的时刻，没有社会关系的困扰，没有其他人不一样的眼光。怎么可能？你是最啊？你们家里有人盯着吗？你平常生活当中所有的束缚，你都会放下，比方说衣服。真的假的？会不会穿得最随便，甚至不穿？有没有？刘维平时在家都是穿丁字裤的。我每次回到家里，进门的路线就按照我一边拖一边走，一边拖一边走，
所以你想知道我进哪个屋，就看我最后那个内裤落在哪儿。而且我特别享受在家就是微风从胯下划过的那种感觉。哎呀，我倒是要给大家普及一下，中国有一个汉字叫做“爽”，其实就是形容刚才维维说的那种，但是不是胯下，它是从腋下生风。那4把叉就代表风。你看那个人这么站着，就是腋下生。不是，这个倒是有风吗？我有问题吗？你应该从后面这样抖。啊，对不起，是腋下生风，不是当下生风。刚才维维他说的那种说法，古代就有，古代也有个人呢，刚好跟你是一个姓儿，叫刘宁。这个人呢是竹林七贤当中的一位，非常的潇洒。他每次回到家里就是赤身裸体。你比如说你在家里脱光了啊，有朋友来你会怎么办？啊，他也脱光。我会有一个可能披在身上的一个浴袍，就把自己遮起来。你看你的这位刘姓先祖就比你要彻底。朋友来了，依然就是这样，真的一丝不挂。刘宁就说：“房子就是我的衣服啊，你们到我家来，如果觉得我赤身裸体不礼貌的话，你们就不要钻到我的裤裆里来。”有一次我穿的不多啦，在家里就换衣服嘛，就是走来走去。我儿子就问我 ：“Mommy, what's that？” 那自从那次以后，我就不能就是那么放松，因为家里有了孩子。但如果你一个人累了一天，拍完戏回来，抠抠鼻屎吧，尽情的抠很爽。前锋啊，我跟你讲啊，抠王，整个手指头都可以从耳朵里面伸出来。没有啦，我跟刘维一样，回去就会脱光，然后脱光了以后呢，最舒服、最放松的就是泡一个澡。讲到泡澡，我干过一件特别傻的事情，就是我有一次去济南旅游，那边呢就有卖那种小乌龟的，我就买了一个。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在家泡澡，我就把它啵一下掉到那个浴缸里了，它就咵在那游，恶心死了。然后我就说，哇，太兴奋了，跟爸爸一起洗澡。好开心的感觉，爸爸什么？你怎么是爸爸呢？你把自己当成是鳖啊？不，龟儿子嘛。我在家里最放松就折腾自己，最放松的状态我一定要就是在身上啊、头上就是各种就是变造型，我可以1秒钟变白娘子。现在也可以吗？现在可以啊。哎呦！关你在哪？娘子，娘子，哇，这个好厉害！收了，不要，收了吧。你这个引领接下来小姑娘上街的风潮。好看，好看，好看，好看。梦辰，你要是踩上风火轮，你还叫讹着呢。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现场的朋友在家里有放松到，来那位小胖，哦，那个大胖的，对，跟前锋那个有点像。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呢，跟我们家隔壁的狗对叫。我知道他也是个男生，天蝎座，我是巨蟹，跟我很搭。元儿，你在家里干过一些什么？我在家我挺正常的一个，我平常回家也不脱衣服，然后就是，但是我洗完澡以后我不爱擦。他有时候干得慢，那水还滴答滴滴答滴，然后我就在家溜达，你知道吗？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倒数开始，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你追我，如果你追到我，我就让你嘿嘿嘿，我就让你嘿嘿嘿。天哪，都疯了一样！小马完全没有想到，你这么一个正经的提案可以聊到这种地步啊！对，就是没有想到可以放松到这个程度。对。局长，不过我也是有这种癖好的人。我喜欢上厕所的时候啊，吃瓜子。
比如说有人可能抽烟，他要灭了，可能就往这里一扔。那你瓜子皮是每次嗑完这么扔？或者是就前面嘛？哎，你会不会为了专门吃这些东西，然后去厕所呢？就在家里放松啊，其实跟年龄有关。就是小的时候有可能会特别的疯。有没有人在家喝一口水，然后对着镜子让水自己流出来，演傻子那种？装傻子。哎，有，这个有。还有夏天的时候对着那个电风扇唱歌唱一天，就是那的。还比如说女生在家演被强奸。这时候如果家长进来，真的会很尴尬。哇，你好厉害！这个是有理论支持的，因为每个人潜意识当中都会有一种被虐的倾向啊。对，在你完全放松的情况之下，你会幻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身边。就像我们的男孩子，我们特别喜欢在家里一个人的时候扮演一下烈士牺牲的那一刻。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中枪啊什么的，就是那种。这个还真有，小男孩在家里就是，上刑场，就打伤了嘛，打伤了。这是演的小男孩还是老头啊？围巾在这里，对不对？然后自己还把手铐解，大义凛然，自己还模仿枪响。对，真的，就光中枪都有好多种。对，光中枪的好多种来。好多种，预备走。哎，对，不同的部位。喂，到了，快点，到。中头。等一下，他真的硌着了。没有，假的。我在演戏啊，烦死了！人家演的这么好，来看不要耽误镜头啊！来，刘伟，重腿。好，孟传，接下来是连发，刚刚是单发。走。动啊！要弹。好像是有这样的情节，小时候就特别愿意演牺牲的那种，觉得自己好伟大的感觉。对，其实往往在家里有一些神经质的人啊，他的创造力会比别人要强一些。你想想看，一个小朋友一个人在家里什么都不干，一个人呆坐在那个地方，无聊嘛？这无聊嘛，就待着。哎，好像啊，是吧？是吧？就待在家里，然后你嘴里在流着水。我以前还玩过口水。怎么玩？不是，我就是这样，把口水看它能滴到最长的那个程度。哎，你们身边有没有一个朋友是这样子的？看好，哎呀，有没有？一定有。尽量把自己的 idea 全部都释放出来，事实上是一种解压。我们在社会当中其实被条条框框已经束缚得很紧，回到家庭之后呢，我们就需要一个完全解压的状态，而解压的同时有个副产品就是创意。是我在这方面就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大概是有强迫症。我回家啊，鞋带一定要放在鞋子，然后书房的书一定要从高到矮整整齐齐，哪怕有一本我突然间想起来，哎，那本书没放好。不管什么时候要爬起来，一定要把那本书弄好，就不放松。你回家以后在地上打个滚啊什么的，我都觉得挺过分的。这哪怕一个人在家里啊，生活好枯燥，局长，你脑子有问题，脑子瓦特了，要放松一下。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待在家里面都是神经病，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对，所以我的提议是把神经病这个词变成褒义词。哎，你今天好神经病啊！啊，是吗？我哪里神经病了？这是褒义词。好，把神经病变为褒义词，同意的请拍桌子。拍桌子的都是神经病。你棒不？钟声。我发现有些歌总是容易一不小心就唱混，比如说天不下雨天不刮风有一个蓝精灵。还有baby， 你会唱小星星吗？哦，我不会啊，那我教你好了。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它北斗啊，嘿参北斗啊，等晚秋啊。什么陈？你真的就这么义无反顾的就这么去了吗？我可能已经回不来了。我觉得有一首比他这更接。哪个？又到9月9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哎，这可以。有没有更搭？哎，这就是一首歌吧？还有那首歌，那首猴哥，
你可曾想起了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还有那种，比如说2首歌，曲作者可能是同一个人，这2首歌会莫名其妙的吻合，而且很好听。哎，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配。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趁着我会喜怒，你会哀乐，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这不是一首歌吗？还有那种曲搭词也搭的，比如说《修炼爱情》。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太高了，你害我。来来，低一点，低一点。sem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哦，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声音要遇到更好的男人。你算什么男人？局长，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突然话锋一转的。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是谁在唱歌温暖了寂寞？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牛，还有谁能够想起？赶快想，远程特工，赶快想啊！是谁后面可以应接什么歌？来，是哪个来推我嘛？是谁听见你说不可能？已经是几年没下雪的山海，什么雪？对，连自己都忘记，好像不是谁吧？对啊，就是要改是谁嘛？你这硬改嘛，这不是？对啊，就硬改啊，好硬哦！你明明讲话跟我一样，你为什么要装这个声音？没有没有，用嗓子讲话，用气唱歌。他平常讲话就是这样。也没有哦，就是爱是什么东西，不过就是种游戏。情是什么玩意？不要在那给我装，好好说话。全场他最听前锋的话。有秘密？什么意思？前锋让他变，他就变了。因为我要让嘉宾展示他的才艺啊。前锋，你不要脸红，不要以为鬓角画那么长，我们都看不到你的脸红。我下次把鬓角画到这里。雪芙，你平常唱不唱歌？唱歌。雪芙，你还要唱歌吗？一般会唱什么歌？英文歌。雪芙老师直接走，英文歌请。Once upon a time, a few months ago, I was in your set, you got me alone, you found me. 全身红了，全身红了，看，啊，耳朵也红了。可以了啦。哇，好淑女哦。很害羞。好，接下来你再点一个菜。哎，今天要点的是亲近特工汪聪。我发现，对女生来说，尖蹭比壁咚更有杀伤力。尖蹭是什么？男生要在女生肩的位置，然后来冲她撒娇。这个对身高有要求。如果女生很高，男生不够高，肩蹭就有可能变成胸蹭，就不好。要萌萌的男生。你想蹭谁？你说，你试试看嘛。蹭你啊？
来，3、2、1，走。Oh my god！ 哎呦！局长，我觉得他这个提议是特别正确的，因为我以前就有这个监蹭以来的烦恼。通常男生对喜欢的女生不太会一下子就这样式儿的，通常对就是觉得不可能发展的女生才会有。哎呀，不要这样嘛！就如果我不喜欢这个女孩，我会跟她有很多肉体上的接触。不是，不是，耍流氓，不是。这也是肉体啊，就是手拉手啊什么的，就好朋友嘛。但是我经常这样引起误会，就是那女生说，他是不是喜欢我？那监蹭比壁咚要好。壁咚，如果这个男生他穿了一个没有兜的衣服的话，他这只手很尴尬。耍帅是吗？对，就这只手碰着，这只手怎么办？你2只手吗？叉腰啊，叉腰啊。现在好像就除了这个壁咚之外，还流行腿咚。腿咚怎么咚啊？腿咚怎么咚？来试一下。腿咚你都不会吗？来蹲一下。哎呦呦！哎呦，再高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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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高一点，再高一点。雨儿回去的时候就不对了。来，我们看一下梦辰的腿好，咚。我要换双鞋。腿咚的时候不能穿高跟鞋，是不是？他万一没咚好，容易插死我。预备走。老师，音乐。还有音乐啊，给点吧。哦，好的。啊，来，预备走。亲爱的，我们分手，这么欢快啊！我们分手吧。走，不要走。插死我！插死我！插死我！直接整个脚掌拍脸上，有没有？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娘啊！这个腿咚一般的，跟你讲，还有最高级的腿咚，看到没？前锋坐好，来，3、2、1，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刚刚人家梦辰那个是腿咚，你那个应该算是胯咚，剪刀咚啊！还有更厉害的是，一脚就直接塞嘴里了啊！不要走，嘿，还有小舌头堵住啊！我们问一下雪芙啊，因为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问一下雪芙，这个气氛就会缓和下来。这3种，你觉得哪一种你能够接受？我觉得提议的监测蛮好的。刚才那个什么腿咚呢？我会被劈死吧我？一般都是劈男生的。哎，男生也做不到腿咚吧？我刚刚做到了。那我那样 OK 吗？来试试看，来。来啊！前锋站好了。真的要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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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被劈死吗？站好，不要动。来，先要演一段，音乐。好，3、2、1，走。我们分手吧。不要走。你给我站在墙边。为什么？你不要多话。我要壁咚你。我会被劈死吗？劈死吗？劈死吗？亲爱的，那个状态可以壁咚了，他真的是屁咚呢，屁咚呢。哎呦，局长这么一点功力真的不行啊！还有什么就是女孩子觉得男孩子很让你心动的？摸头，摸自己的还是摸自己的？像摸小狗一样，就这样乖乖乖，然后就抱抱。还有腋下杀，比如说你是我老婆，然后回家，你说不回，我不回。还有一招女人更受不了，什么？叫断头杀。断头杀，请注意啊！这直接就 KO 了吧？神经病啊！嘘，不要说话，爱不爱我？那我知道还有一种，叫插鼻杀。爱不爱我？对不起，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是你没插进去。你来问一下雪芙嘛。又到冰点了，
男生大概会什么样的动作你会心动嘞？像是过马路的时候，可能女生扶老太太。不是，两个人特别浪漫的过马路啊，怎么走？老太太来了，哎，什么走。哎，等一下，我去扶个老太太。改变和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碰瓷儿，人工呼吸，神经病啊！这样雪芙你还看得过去吗？我不是说这个啊。大概什么你会让你觉得？就是男女生可能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女生可能走在外车道的时候，男生很贴心的说：“哦，你就是抓进来，可是不讲话的。”这个是有讲究的啊，就是过马路的时候，女生应该走靠橱窗的这一面，因为女生喜欢逛街；男生应该走在靠这个车道的这一边。对，因为危险。哎，你们发现没有？所有的动物，它在另外一个动物面前示弱的时候，你会突然间一下很想保护它，然后就很爱它。它越示弱，你会越爱它，对不对？回家试试看。一定要这个表情。好，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来这个提案。我提议，男生只有在自己非常爱的女人面前，才能够表现出很小孩，然后很可爱、很撒娇的一面。所以男生应该用撒娇来增进恋爱关系。通过。好，接下来你再点一个。薛之谦，我发现，在学校比学霸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年那些捣蛋鬼。为什么？你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捣蛋鬼？有啊，是不是比学霸印象要深刻多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学校里面对学霸印象不如对捣蛋鬼的印象深。学习再好，还不如捣蛋鬼令人印象深刻。捣蛋鬼真的可以让大家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吗？一般都是那些三好学生啊，或者是校花。彩儿，你在学校里面是校花吗？哇 ，Hello， 哎，我在学校也是校花。校花。你在学校里面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都是。一般很多女生很难从小漂亮到大的，但我是。我问一下雪芙，你在学校里面印象最深的是成绩很好的人，还是那种很捣蛋的人？捣蛋的人哎，因为我属于比较捣蛋的类型。你以前做过混混吗？就是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很像男孩子，所以我们是拿着那个轻少用具，然后有一次我不小心把那个叫什么电灯打破了。我天哪，你想电灯这个词要想半天。我天哪，烧坏了吧这是？我烧坏了，对，就打破了，然后就被处罚了。这也算捣蛋啊？这不算吗？意外吧？你这个就连调皮都算不上。剪掉。彩儿，你干过什么捣蛋的事儿？我小时候是属于比较就是不怕老师的，然后英文课就是从来不专心听的，但考试考100分，就老师。你到底是学霸，你还是捣蛋鬼？帮我集于一身。天哪！第3种角色：校花、捣蛋鬼和学霸，我于一身。霸王花。好，薛之谦，现在轮到你。哦，真的吗？对，轮到你之前，我们听一下沈梦辰，好吧？剧场。对，你着什么急嘛？清明已经过去了，你这么拜他干嘛嘛？先休息，先休息。我对捣蛋鬼印象深刻。曾经我们学校的一个陈浩南追过我，哎呀，因为那个年代流行看《古惑仔》，小结巴。对，到了课间休息的时候，他就会叫他小弟山鸡啊，小弟山鸡啊。大捣蛋！杜海涛。哇，小红姐好拽哦！竟然说山鸡哥叫小弟。然后叫他的小弟呢，每到课间的时候就送一封那个情书给我，然后但是每次都是那种抄歌词，就什么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就自己能唱起来那种。然后呢，有一次到了中午吃中饭的时候，有一个小弟突然从后面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他二话没说，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东西，然后就扔在了我的碗里。我一看，我的天哪，是一块大牌，月季花。
我就觉得好幼稚，然后我就把那个月季花去丢掉，结果有一半那个月季花的花瓣就粘在我的手上，就丢不掉。你是手上有胶水吗？但是呢，我又要那个气势，你懂吗？丢东西如果丢2下就很掉范儿，然后就那一半怎么办？好，那就放在口袋里，然后一放到口袋里之后，他们就欢呼雀跃，耶！收了花了。对，然后从此以后我就是大哥的女人。哇，真的？你想多了，大哥的女人在这儿呢。大哥的女人是不是很爽？我不知道，我跟他在一起，他不是大哥了，已经他大叔了。现在这个人呢？他真的去当古惑仔了。他真的在我们当地是古惑仔。那还是海涛比较好。现场的出击动会可以讲一下自己在学校里面遇到的捣蛋鬼。这女孩子看上去那么文静。没有，我自己以前去男厕所里面和男生打过架。那请问你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就是读书的时候，男生很讨厌，他以为他跑到男厕所里面，我可能就怕了，但是我就要冲进去打他。我记你是条汉子。厕所里那些小便的都是这样子的。他进去之前肯定在厕所门口喊了一嗓，里面的人没事了，给我出来！钟声，你干过什么捣蛋的事儿？他一看也是捣蛋。真的反差很大，跟我的形象完全不像。你是被追到男厕所打的那个？有一次学校，放学之后，我跟2个同学去操场上踢球，10几个人走过来，那个有钱吗？大哥，我们这背个破书包，没钱，没钱是吧？动手要打。不是，真没钱，你打我也没钱啊。哎，大哥一想，是哦。大哥还蛮聪明的。那这样吧，你们2个亲个嘴儿。这么无聊的大哥。亲了吗？有时候为了生存呐。难怪现在出家了是吗？你们这种都不够狠了，咱们学校那种混混简直就是看啊，校长到我了哈，真的到你了。我本人是一个学校的校草。哎呀，你怎么那么一直不要脸呀？什么校草的？不是，大哥你坐下，你听我说话。这是他叫我说的啊。你要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只要我们不是做混混的男生，都有一种体会：你出了校门，那一排所谓的混混在那边看着你的时候，你是不敢跟他们对视的。有没有？有。刘威先 Q 你一下，你先把你的故事说完。Q 啊，没有，下来。很好，还是回到我这边。那帮混混都排一排，就哪个人敢看我多2眼？怎么都这样啊？而且还有蹲着的那种。对，校门口还有2个是这样的。你只要看到多2眼，他就会揍你。活在女生的面前，我就是哼；但是一见到他们，我就出校门口就一定要切换，扛把子女生，扛把子女生。所以我有一天就鼓起勇气，开玩笑，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就加入了他们啊。这是最好的办法，他们也不打你了，对不对？混混最大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打架。我打架的是这样的，嘿，突然有一件事情，让我成为了全校最捣蛋的一个人。还没进入正题啊？全是铺垫。不好意思啊，现在开始讲正题了，正题非常精彩，精彩到没办法，好吧？那个时候我们其中那一帮玩的坏孩子中，一个人被人欺负了，然后呢，这时候他说：“哎，走。”我们一起出去，好吧？教育其他学校的那帮人，讨回公道，替自己的兄弟。走了10分多钟，到了一个地方，是一个像老镇的地方。我们30个人排开，他突然大叫一声：“那个谁出来！”这时候天色忽然乌云密布，感觉开始电闪雷鸣的前兆。过了一会儿，巷子里乌泱的人出来，一看不对，年纪都是跟您这样的老炮儿。对，就是那样，就是那个意思。而且他们把所有的他们打架那种工具啊，什么铁锹都是藏在后面的。他是慢慢的拖着东西这样走过来。为什么？因为他是真心的想打你。然后跟那个水泥地摩擦的声音，就像死神的笑声一样，叮铃当啷，叮铃当啷，短还要这么拖啊！拿一根螺丝钉子。没带东西要用指甲在那抠，指甲抠啊！抠啊！我当时吓傻了。当我转过身想看一眼我那个挑事儿的帅哥的时候，这一辈子我都没见过人跑得这么快，就是被撞死都在所不惜那种跑，就往那跑一跑。我当时刚想跑的时候，被人一脚绊倒，整个人啪倒下来，啪摔在地上，全场只抓到我一个。
他们一开始把我围起来以后，就是一顿暴打。你想证明就是从此以后你就变成学校最捣蛋的人？不是变成英雄了，就是说别人都跑了，只有你一个人有义气留在那里。讲义气，开玩笑，对抗别人，就是在他们心目中，我永远就是一个英雄。但是我觉得你不是最捣蛋的，你是最倒霉的，你知道吗？我回家以后开玩笑，我爸爸看到我简直就是吓死了，真的是。你爸爸也在里面打你？没。哎，你讲完了吗？我不要再讲了，我好累，到你了。你在学校捣过蛋吗？我没有，我就是蛋。来，让我捣捣。大家都欺负我，然后完了之后，我有一次出门就被人打了，真的是被人打了。完了打完了之后，他们就跑了，他还知道是谁打的，我就觉得什么仇？我在学校里谁没惹啊？这干啥打我呀？后来第二天楼下又打架了，然后我说那咋回事呢？他说昨天打错了。你们都不敢讲自己在学校捣蛋的事情。我在学校埋过班主任，活埋，不弄出一点狠的东西，你们就不知道我有多厉害。哇！我们班主任物理老师20啷当岁，大学刚毕业，分到一个学校，那么年轻就当班主任，牛叉哄哄的，所以弄他。我当年在学校绝对的风云人物。彩儿如果当年在我们学校的话，绝对会喜欢像我这样。哎呦，我是我们整个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把牛仔裤割破穿的，割到出血！天哪，我跟你讲，皮带不用皮带，单车链条，每次一抽出来的时候，裤子咵。有一天中午，学校跳远比赛有那个沙坑，把沙坑拿锄头挖一个很1米多高的坑啊，然后呢用纸浮上，撒一层沙子，对，做一个陷阱，把老师弄到那个地方，所有同学都埋伏好啊。然后老师一到那个地方，我说，哎，就是人跳起来落在沙坑上之后，他的这个脚印的深浅是不是跟他的体重和自由落体相乘？怎么？就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好专业。想了半天，老师说，哎，你这个问题挺好的。我说老师，你不信你跳一下试试看，冲，砰，跳下去，全部的同学冲上来拿那个纸。好惨啊！好玩那个时候，因为跟他关系特别的好，怎么可能把班主任活埋嘛？对不对？这是娱乐一下，对，乐一下。其实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因为毕业马上要开始了，然后到毕业季了。毕业季的时候，同学们都会在一起怀念自己在学校里面的同学。但是其实不管你是成绩好也好，或者是你是捣蛋鬼也好，它都是你读书这3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感情无法割舍。到若干年之后开同学会，都会觉得非常亲切。只要他来，成绩不好的那个人没来，你还会特别想念他。薛之谦，你的提案是什么？我的提案就是在学校比学霸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当年的那些捣蛋鬼，比如我捣蛋鬼。所以我提议多组织同学聚会，提高自己的信心，让大家阖家欢乐。好了，刚才那个提案基于我们的薛之谦讲了那么长的一个故事，那么长，极其的辛苦，所以我们通过。好，今天我们的会议就开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还是要评选出我们的这个最佳特工。是。雪芙，你觉得应该会是谁？我觉得是马可哥。谢谢。为虾米？因为神经病嘛，我觉得褒义词蛮好的。有可能是经常被人用这个词来夸奖啊。我刚刚也很喜欢神经病是那个，但是后来我听到会撒娇的男人，怎么了？男孩子应该用撒娇的方式来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来增进夫妻间的感情，很正确。好，所以您提的是汪聪，您提的是马可。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难呐。一个姓汪，本家，一个是相识10几年的兄弟，不如你们两个石头剪刀布吧？啊！石头剪刀布。哎呀，哎呀！王牌特工就是刚才赢了的小马。谢谢大家，再见。哎呀，哎呀。I got your melody. 哎呀，哎呀。今天我带来的提案是，一个人在家里独处久了的话，就会变成神经病。我没有想到现场有那么多的神经病啊！让我特别惊喜的是，我们的局长就是最大的神经病，神采奕奕，惊天伟地，棒病成珠。我的梗是不是无懈可击？
局长，现场的特工座位是不是有特殊安排？像马可、张宇还有周姐他们座位是不是老干部专座？这都被你看出来了，聪明。这样，请问马可今天一身红装是不是凸显咱们火星情报局播出这大红的梗啊？我们2期就差不多过亿的点击量了，这是被收视率染红的。小马来了以后，红上加红，哎，真是。这样。请问您今天对沈梦辰和汪聪的表现怎么看？你会不会觉得女特工比男特工的尺度还要大？说到尺度这个话题，小马你来替我回答吧。他们不是尺度大，他们是角度大。哇，啪嚓180度，那个很厉害。我想问一下，今天马可哥来到火星情报局，他会成为常驻高级特工吗？只要他愿意，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听他的，我听从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就住着局长。开玩笑。哎，局长，这里是火星情报局 Hip Hop， 局长不在，我最大。克伦梦 say， 克伦梦卡，克伦梦 say， 梦卡梦 say 卡。1 2 3 4 5 6 7 8， 这段没有词儿，你尴不尴尬？我说写不出词，你说尴尬。我说写不出词，你说尴尬。写不出词，写不出词，写不出词，为什么？有请局长。Yup. 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Let's 火星情报局。I got your melody.搞什么搞嘛？搞什么搞嘛？这是个什么节目嘛？上来就爆！主要就是你的一个动作嘛。欢迎大家收看由优酷携手银河酷艺联合为您打造的优酷独家播出的《火星情报局》。接下来我们欢迎宁副局长回归。今天我们除了宁静之外，我们还用热烈掌声欢迎刚从欧洲执行完特工任务的瞿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你怎么晒成那么黑了？晒坏了。到底是从欧洲还是非洲？从亚洲。从亚洲直接就晒成了非洲的模样。昨天我在山顶上晒了2天，额头就黑了。哎呀，然后胸部也黑了。因为正好穿那个衣服是这样子，然后就正好这块没有涂那个防晒霜啊。哎呦，回去以后就红了一大片，今天就黑了。我发现韩哥出场的时候应该是从奈何桥刚过来，怎么呢？因为你旁边一个白的，一个黑的。待会儿把你们接回去啊！我不是，我们这是一个开会，就是瞎聊聊天大家各种放松，各种自在啊！对，剔牙的剔牙，抠脚的抠脚啊！哎，搞个足疗在这儿吧？啊，你要几块钱呢？我们是盲人按摩。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到提案了啊！你先点谁？我当然点我第一次见面的马可。我发现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首关于夏天的歌。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纷纷点点，心里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每个人对于夏天都会有一些特别深刻的痕迹。对于我来说呢，这首歌就跟我的童年息息相关。这首是首什么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粉红色的回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里压心里，不能告诉你。春天春天的我又想起你，总是不能忘记你。啊，谢谢大家，哎，谢谢，坐一下，哎，谢谢，君姐，我没提完呢，君姐啊，梦辰辛苦了，梦辰，来前锋，我们就这样跳一期节目吧。
我的提议当中是不带这些秀的，其实。你刚才提到的歌是什么歌来着？粉红色的回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巧克力。雅琪雅琪，不能告诉你。成功，来，梦辰，可以了，够了啊！行，圈姐，歇会儿，圈姐，对。小马，你带钱来了没有？带了。你每个人发100块钱，有可能咱们就饮料可以搞点冰的不咯？这首歌为什么在我的生命当中有这么大的影响？哪首歌？啊？这首歌呢，歌名我就不提了。想得起来不？想不起来，我们再挑一个。我想得起来。夏天的时候，女孩子都会穿得特别漂亮，对，男孩子都会玩得特别疯狂。对，我就是玩得特别疯狂。哦，我以为你是穿得特别漂亮的那个。因为小时候特别皮，然后有一次呢，一不小心把一个同学的鼻子给打流血了，而且是暴血那种。哎呦，这个因为我小时候这个家境非常一般，我爸爸的工作做的是这个焊工，然后因为我把那个同学的鼻子打爆了，家里要赔钱。我说赔什么钱？来，孩子哪儿伤了，我给你把它焊起来。后来呢，我妈妈就把家里就好不容易帮我爸爸存的这个买剃须刀的钱，就赔出去了。对，所以就是那个小马，你这个弯绕的比较大，怎么还没到？马上就到，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休息得很好，我们想跳舞了。明白。所以那天晚上我是怀着内疚入睡的，睡到一半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什么歌呢？来，说出歌名，说出歌名。保证，你先冷静。我是倒数，大家放心，一定有大家发挥的舞台。快！有啊！干脆我直接到最后算了，已经来不及铺垫了。这样子，我发现我爸跟我妈在就着这首《粉红色的回忆》跳交谊舞。交谊舞。贴面。大家的热情我特别感激，但是不是这样跳的？怎么跳嘞？您副局长，我可以跟你们配合一下吗？哇！有必要吗？弄得那么 country。徐颖，如果提起夏天，你心里的歌会是什么歌？提起夏天，我心里这首歌说起来比较老了。我肯定知道，我们俩是差不多。说。依稀往夢似曾見，淡淡淡，心裏波瀾意。拋開世，愛是斷愁怨，相伴到天邊。最蒼四方沙漠蒼茫，那對雪上撲面。我因为看这个戏，喜欢了里面一个角色。什么角色？那彪。喜欢一个人。杨康。哎，喜欢杨康。谁说？你怎么知道？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女孩子基本上都喜欢杨康。有一个镜头就跟那个穆念慈他们比武，脱他的鞋，一下把鞋一脱，早已明知對他的愛。对，他跟穆念慈比武，穆念慈一脚，杨康一接，啪，一样的鞋啊，不对，局长应该是鞋儿破，毛儿破。雪狐一说到夏天，你会想到什么歌？我会想到艾薇儿的歌。艾薇儿。哇，你夏天的歌好洋气。好洋气哦。小时候我特别喜欢他的歌，然后他每张专辑我都有买。哇，来。He was a boy, she was a girl. Can I make it any more obvious? He was a punk, she did ballet. What more can I say? I was a skater boy, see you later, boy. He makes them get just so that show. I'll be at Julia, singing a sorry road about the girl you used to know. He was a skater boy, see you later, boy. I'll be on stage just so that show. I'll be at studio, singing sorry roads about the girl you used to know. 《
太棒了，真的又多爱了雪芙一点点。你看，每个人说到夏天都会有一些记忆啊。我的夏天就是很多叫卖声是特别明显的，比如说是吃冰棍的，果了了的雪糕嘞，果露、绿豆和雪糕，我们湖南人。哦。夏天的时候蚊子很多，你知道吗？每天有一个老头儿就从我家门口过，然后就喊，哦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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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你们那老头笑得很性感啊。哦呀呀呀呀呀！韩哥，我这有冰棍儿，有冰棍儿吗？啊，可以给大家吃的。真的假的？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就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绿豆，真的有冰棍儿吗？哇！我真的有绿豆冰棒！哦呀！聪聪吃的就是我说的果露，就是白糖冰棍儿。雪糕是那个维维的。好，维维，你现在已经吃了我们当中最贵的冰棍了，叫奶油雪糕。对，你说说看，你夏天有什么样的记忆？我夏天穿的特别少。不是，我夏天是。你夏天到底咋了？你夏天咋了？好想听你的夏天怎么了？我的夏天和大家不一样，我的夏天已经我已经干活了。在我没有做艺人之前，我以前是在真维斯做导购。哎呦，真维斯是当年最牛的品牌，最牛的。真维斯旁边就是佐丹奴，对不对？还有班尼路，还有美特斯邦威，对不对？还有皮尔卡丹。哎，我们是做了多少广告呢？在这里，我要喊了，我们都很快的，我们是这样的。欢迎光临随意看一下，中秋晚上次全打折会，6234分钟300元就是鬼不看，细看看可以试下。还有，这款衣服版面出面洗完不缩手不变形不起球，随意看一下，看可以试一下。时间现在走我左转，谢谢。你好。我以前就是靠这个在东北打天下的，因为那个时候东北身边的朋友都是哎呀妈妹儿啊，可是我站到门口是欢迎关注随意看一下。那要是东北人在那个真维斯旁边鼓掌。欢迎光临真维斯随意看一下了啊，9块8包邮了啊，包邮9块8。大哥，我想问一下班尼路咋走？班尼路向前走往左转，谢谢。谢谢啊。这个时候我要带出我的音乐了。我为什么对这首歌这么情有独钟？是因为我当时旁边音响就一直在放这首歌，我就一直在音响旁边鼓掌啊。谁的歌？李贞贤的。操你妈！所以你爱。他突然下去，哇，腿一抬的时候，我感觉脸都要触地上了，是你没有对吗？脸触地上了，这叫三角支撑。那你怎么支撑得住这么大一个？因为我头在下面。明显动作不太协调。孟晨真的是我在很多节目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么投入疯狂，真的，你这才是真正的我。对，我看出来了。你夏天，我夏天的歌，我相信在座的80后跟我一样有同感。这首歌就是《还珠格格》，是不是？有没有？还珠格格》有多火？所有的东西都要买那个周边的配套，《还珠格格》的书包。还有要《还珠格格》的文具盒，还有《还珠格格》的那个就是书贴，一定要就是全家人都在的那种。怎么会这翻白眼的？有时候自己会在家里就是幻想我就是紫薇，每当那个音乐响起，我就觉得又回到了那个夏天。音乐怎么还没有响？别着急，再造个型，再看远方。夏天。夏天都快过去了，紫薇，尔康，紫薇，尔康，你爱我有多少，我就爱你有多少。哦不，我比你爱我还要多。我对你的爱已经满了。哦，我对你的爱已经溢出来了。那个年代啊，好像真的大家都特别喜欢《还珠格格》，而且现在《还珠格格》每年一到暑假还在放。哎，《西游记》好像也，聪聪重播我一定看。我觉得我小时候对夏天的记忆就是《西游记》。大家知道当年我们对《西游记》有多深厚的感情吗？《西游记》每天播出是下午3点30分，前面1点半到3点30分播的全部都是科学养猪。为了等3点30分的《西游记》，我们把前面的2个小时的科学养猪全部看完。你把它当做《西游记》的人物前传嘛？
但是因为我必须把电视开在那儿，我才反应过来，人物群众。就是猪八戒是怎么生成的？必须要开在那儿，你一关掉，家长就不允许你再开。你要坚持把科学养猪全部看完。但是你们小时候都看《西游记》什么《新白娘子传奇》，我小时候我真的夏天我不看那个。你看什么？这么多男孩子夏天有没有看过《古惑仔》？哦。除了看他片之后，我们还要模仿《古惑仔》的动作。就《古惑仔》走路的时候，像陈浩南他们一定是边掏耳朵边玩打火机的。啊！友情岁月，我的天！共度患难日子總有樂趣，不相信會絕望，不感覺到殘碎，在美夢裏競爭，每日拼命進取，奔波的風雨裏，不羈的醒。燙手。我们掏耳朵都这样掏，陈浩南，你别这样掏好吗？这是采耳的，你你知道古惑仔怎么蹲下吗？蹲啊，怎么蹲啊？劈着腿啊要。古惑仔蹲一个。刘维真是耳朵是这样抠的，蹲是这样蹲的。蹲之前，对。要说到蹲之前，应该这样。古惑仔蹲一定是手往外翻的，你知道吗？抽烟的时候方便，抽完了以后不会这样熄灭，一定是弹出去。哇！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从此以后我就放弃了古惑仔，什么打火机都不要，我就给她写了一首歌，纪念我们曾经的青春和那个有故事的夏天。真的？哇！春天已悄悄的来临，你的心陪他留在了南方。哎，是不是你弹的呀？我也想带你去流浪，可是拉着你的手却迷失了方向。他刚手放上来。为什么会这样？你还是不是我最深爱的姑娘？我和你之间隔着一道墙，只有我们能看到自己手的伤。做了好多干的了，气死你干的了！高富哎，还没清过白。老子3个字不啷个？我海边可都交个的。我想要和你回到当初的模样，你是不是我深爱的姑娘？我现场帮你采访几个姑娘，来，你先蹲那儿，俩手摊开，啊，对。你觉得刚才那首歌打动你了吗？还行吧。哎呦，这对你最高的评价。我倒想起来，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有一个电视剧是美国的最早引进的，加里森。敢死队。酋长。酋长就是耍飞刀，然后每天啊，学校里面孩子就喜欢拿个小刀往那个门上面，唰唰练飞刀，因为酋长嘛。酋长唰一飞刀，而且是这个位置过去。这个角度好像有点惨。真的穿了，以后说话他说干嘛呀？最后被叫停了，我觉得那个叫停是对的。我说出来的这个，大家肯定都有共鸣。它包含了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初的人都看过一部动画片《一休哥》，叫《灌篮高手》，有没有？那个时候大家说我长得像流川枫。但是现在我长得比较像安西教练，为了在女孩面前装帅耍酷，我就学了那首我认为《灌篮高手》里面最好听的片尾曲，叫做《直到世界尽头》。麦克风。大都感じる僕はもう一人で誰つけられた悪感のような互いを詰めても知り包まれた
愛になればいっそ永遠に眠るのだ世界が終わるまでは離れることもないそれだっていいか許せぬも夜の踊らない時なぜがなぜかややいではやつ力なことのまねも壊す儚い思いこのトラディティな这是在网络那一头的远程特工，包括我们现场的出奇特工啊！你如果关于夏天有什么样的记忆，包括一些叫卖声或者是歌曲或者是人的话，你都可以通过弹幕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啊，这样就是非常非常好。小马，你的提案是什么来着？你赶快跟我说一下，我要尽快结束。好，通过，这应该过吗？大家肯定说做过，对不对？通过。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出奇特工们有什么样的提案，就是现场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来举手示意一下啊！来，钟声啊！我发现。所有节日都可以对单身狗造成1万点伤害。这个就不成立。对。重阳节怎么伤害？清明节怎么伤害？植树节。伤害最大的是6·1儿童节。对。为什么？6·1儿童节就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去过6·1儿童节，单身狗一看，母亲节，但是母亲会在饭桌上跟我说。哎呀，咋个子？么子早点等些回来陪我过春节啊、端午节啊、中秋节喽。他刚才说到的这个妈妈还算是特别温情的。那不温情的呢？不温情就很暴烈的。你什么时候带个女朋友回来呀？你未必准备下次带个女朋友回来陪我过清明节。哎呦！到了清明节的时候，3姑6婆都跟坟里面的爷爷说：“老爷子啊，你走得早呀，你能不能在天之灵保佑一下你们家孙子，赶紧找个对象啊？”当时我特别想跟我爷爷说：“爷爷，你出来，我进去。”老爷子把那个棺材盖一推，干嘛？其实不想走，其实莫想留。其实一个人要想找个男朋友、找个女朋友，其实并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好难啊！前锋现在是单身猪。单身狗，你是《西游记》之前花2个小时养出来的啊！你说你现在感受？朋友圈里面经常会有人来秀恩爱，所以我把这个秀恩爱的东西截图，然后等有一天他说：“哎呀，今天心情好低落，跟男朋友分手了。”或者今天哎呀，我听了一首很悲伤的歌，我就知道啊分手了。然后我再把他秀恩爱的那个截图发给他，心机好重哦。等一下，我是一个特别善于从别人语言里面捕捉一些蛛丝马迹的人。前锋，你站好。为什么你的朋友圈里面别人发的都是跟男朋友分手？也就是为什么你的朋友圈里面都是女的呢？人往往在这种不经意的情况下说出的东西绝对是真的。等一下，另一半也是男性朋友吗？不，很多男人谈恋爱的时候不愿意公开在朋友圈，为什么？对不对？为什么？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海涛公开了吗？问我为什么？你作为男人那是为什么？啊，不要说了，一下嘛。你已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梦辰，你有没有这种被虐的？哎呦，说起这个事情，我真的有一肚子话想说。我每当做大型直播活动的时候，我就是被虐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每次我们台大型直播活动，局长和局长夫人都会在场。哦，基本上。局长的那个眼睛永远都在乐乐姐的身上。这是应该的呀。永远都是这样。我们家乐乐最美的。比梦辰美，就爱见男的在哪里找啊？极品男人，所以就虐狗嘛。你是没有见过韩哥平常给乐乐姐打电话，我们一录完节目以后，老婆，不至于这样。韩哥打电话跟他现在10万8千里，不可能啊！哦，乐乐，晚上回来吃饭哦。我只学到70%。哎，是不是韩哥说我要吃饭喝汤，想你，然后乐乐姐说拜比比。
真的是没有，你们这个夸张了，绝对夸张。有那个有一次，乐姐坐我旁边，无意中把那个免提打开了。乖乖，我的那个小娃娃放在哪里了？我当时就要崩溃了。堂哥，你快点发点糖给这群孩子，让他们到别家。我觉得每一个男人在人生当中很多重要的经历，完完全全都跟女性分不开。等到若干年之后，这个女人对你说你要当爸爸了，我的天哪，那个时候你就变成了一座山。所以我觉得一个男人从小石子变成大石块，最后变成一座山，完完全全是因为女人给了你无限的爱，给了你无限的包容。所以我觉得你对女人怎么样都不为过，都应该。好男人，乐姐太幸福了。我觉得每一个男人都应该这样。但是有一些就是技术含量太高，我们真的学不会的。所以这个提案过吗？通过。网络那一头的远程特工，如果你同意我们刚才讲的话的话，你就蹦那个弹幕1，哒哒哒哒哒。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不能不同意啊。好，接下来我们初级特工有提案。好，哎，那位戴眼镜的，我发现啊，香港的僵尸电影当中，僵尸之所以穿清朝的官服，是因为他们的级别修炼的还不够啊。香港、台湾演僵尸电影最棒的一个叫做林正英，号称僵尸先生，对对，演得特别好。我感觉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牛的道士。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舞马，对，那个僵尸叔叔一整套那个。韩哥啊，舞马老师是不是那个中午出生属马的呀？哎，他真的就是中午出生，而且属马，然后他就叫舞马。我们大家都可以套一下，比如说你是什么时候出生？几点？我也是中午出生的。属什么？午猪。红尘，我是下午7点。下午7点，酉时。有蛇，有蛇，有蛇啊！田园，我是下午1点多。未时，你属什么的？属猪。喂猪。喂猪。科学喂猪，原来说的就是你。啊，算了，不聊这个了，这继续聊许来的那个，就是僵尸片，基本上我们看过的都是穿那个清朝官服啊，蹦来蹦去也不嫌累。死亡100年，这个形成不了僵尸。哦，死了超过500年，也变成了魔王，哎，也当不了僵尸。哎，所以僵尸的关键在于它的年份。我只听说过红酒有年份。哎，对，僵尸也有年份，哎，要100年和500年之间。所以我们现在往前推，对应的时间就差不多是清朝。哦，原来是这样。凤姐是湘西人啊。对，我们那边有湘西赶尸。对，你听说过长辈说过这些事情吗？我听说过，就是很久以前，老一辈的人，然后死去了之后，然后就会到了凌晨的时候，会赶他的尸体，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一群人这样。是真的，你看到过吗？我没看到，我只是听老一辈的人说。听长辈讲过。你知道吗？它其实有科学依据的。在我们村儿，然后因为都是那种山坡，车子没有办法开。那一个人死掉之后，他要落叶归根，要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只能把它背在身上，然后这样行走。然后比如说早上起来的人看到，就可能就觉得好恐怖，然后就感觉像在跳一样，然后就是变成了湘西赶尸。对。因为人到了一定时候变成僵硬了嘛。但这种恐怖片。这种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哎，你演过恐怖片吗？没有啊。静静，如果说让你演那种恐怖片，你会 ？No， 我不，我老觉得会被附体的。那个雪芙，你来点下一个那个提案的。选好了，田园哥。田园。我发现，方言加课堂会很有趣。对，我们的语文老师就是这样的。同学们，跟我一起念啊！波矮白。白菜的白，我们也有河北人嘛，不太就是那个鸡呀，他不讲鸡，一般讲鸡儿，小鸡儿，逼逼鸡儿
收集儿、做飞机儿，一般都是讲今儿。正好那节课讲到了那个木兰辞，今儿复今儿，木兰当户织，不闻今儿入绳。所以那节课我记得特别清楚。今儿复今儿，大木尖儿、小木尖儿、木尖儿、老木尖儿，哎，就是这个意思。那个我是那个棘手的嘛，然后调来一个那个数学老师，但也不知道是哪里，反正也不是棘手的，还说要分母很讨厌啊，去掉分母他就不讨厌了。台湾老师广东老师吗？然后我到现在都记得有分母很讨厌，去掉分母就不讨厌了，他就可以乘除了。哎，你发现没有？很多这种老师的一句话。它可以对你产生巨大的印象，让你一个知识点记得清清楚楚。我们桃园人呢说那个开锁呀，不叫开，叫九开啊。5·4运动是打开了一扇历史的大门。那个年代呢是1919年，所以他就提醒所有的学生，就是讲你要想啊。1919就把这个科学的大门打开的。1919年，1919年，1919。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的就是钾钙钠镁铝锌铁硒铅氢铜汞银铂金。哇，你学习好好。这个用上海话讲就是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钾钙钠镁铝，嫁给那美女。锌铁硒气氢，身体细铅轻铜汞银铂金，就是总共100斤。对，就是用这么记法，就是特别好记。请问，对，钠是什么？钠是什么？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耶。还有一个，我再给你说一个，就是湖南说英文的，就有一个湖南的，然后呢就在东南亚的某个地方是外交官夫人，她去买菜，这个菜啊，还没吃啊！天哪！我现在对抛物线的所有的记忆都是湖南邵阳话啊，他就是为了让同学们都听得懂，他尽量把邵阳话转成普通话。哇，这个最可怕了。邵普啊，各位同学啊。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抛物线，大家请看，这个就是抛物线啊。我的混搭的呢是 X 轴，我的虚搭的呢是 V 轴啊，大家注意啊，整个着地咻，它个着地，个着叫做丁地。我对这个抛物线印象十分深刻。抛物线，我其实，在东北吧，东北老师就没有会就是英语说特别好的。A B 啥 D 一到 F G H I C K M L N O P Q R S E U V W X Y Z 的。哎，你在台湾上学的话，会不会有闽南话的那种教学？童谣，像 T O O 买落雨，阿公阿家地头买骨哦。good 啊 good 啊 good， 就是要酸溜果，鱼啊都真正趣味。都唱完了，都唱完了，还没有找到调。我觉得乡音难改，有时候其实根本就不用改。如果我讲上海话，前锋一定会说这个洋泾浜讲的不标准。洋泾浜。然后你要讲广东话也是一样的，就觉得你讲的不标准。广东话有9个音，多难拿呀。对。然后北京话，北京人也喜欢给人家纠正。今天还有谁在那说去那个前门吧？然后人家为了迎合北京人的口音，人说我去前门，前门是这个，就拉链叫前门，都不好儿。前门，我就特别想问，哎。孙子，你丫听懂了吗？孙子，胡同口等着你呀！哎，不服你呀来哎！所以我觉得北京人呢，下巴壳都比较尖，削着。北京人爱仰头，就是彼此见面打招呼就哎您好您好这样，但北京人就是哎就是哎。就是仰下巴，然后特别喜欢仰，包括到哪儿见面，哪怕从厕所出来都是哎，知道吗您？对，很多流行文化，我们用方言其实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感觉。
哎呦，太好了！对呀接下来有请小马带来一首方言好听的歌曲。不，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是吧？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一首歌改成粤语，就会特别洋气。啊，是吗？比如说你像什么大花轿那个大花轿，但是你要改成粤语就很洋气。大花轿你個大花轿，我哋愛美的小蚊腰，我的老家就是這個台啊，我是這個台裏土生土長的人。這個靚仔不打呀！哎，圆儿，你刚才，等一下，你刚才提议是什么呢？你的提议是什么？都忘我发现方言加课堂会很有趣，所以我提议过。什么叫提议过？我提议充分的发掘方言的教学价值，会帮助学生更多的去掌握知识。我在这里要特别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我是中国语保中心的顾问。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推广普通话。对，因为中国太大了。幅员辽阔，湖南人跟湖南人在一起聊天都不见得听得懂对方在讲什么。讲好普通话能够让你走得更远和走得更宽，但是记住方言是让你永远知道你是从哪儿出发的。所以同意田园提议的，请大家拍桌子表示通过。通过。本节目由青阳冠名播出。好，我们继续让我们的初级这个特工来提一个案啊，有哪位？好，那位穿蓝色西装的小伙子。我发现，在保养这件事情上啊，男生和女生差很大。但是有些男孩子啊，他如果真的保养起来，他一点都不输给女孩。对，我跟你讲是真的。我在飞机上看见男的敷面膜。我觉得不能理解啊！那你以为谁都像皮肤天生的吗？我皮肤不算是天生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男孩子用洗面奶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接受不了啊！男生为什么不可以用洗面奶？像韩哥这种肤质，他是因为满脸是毛，所以用的是清扬洗脸。我看过局长啊，他用码头肥皂卸妆。那我跟你讲，他还是天生皮肤好。我就是让香皂洗完了以后。没有很好的把它洗干净，然后长了2年的青春痘啊！对，有一次我去做护肤，碰见那个王栎鑫了，说：“哎呀，姐姐，你知道吗？我们俩同时上了一个榜。”我说：“什么榜？就是艺人长包最厉害的榜。”那你会不会想尽一切办法，比如说土豆皮儿、黄瓜皮儿、各种皮儿，或者是什么柠檬皮儿，各种？都不是就什么皮儿了，各种偏方。你知道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偏方吗？因为我长痘长得满脸都是，然后实在是中药西药什么都用了都没用。然后后来有一天我知道一个偏方，有一个人偷偷走到我耳边说：“你要不要试一下痔疮膏？”然后痔疮膏不仅治好了我脸上的青春痘，还治好了我的口腔溃疡。你用痔疮膏治口腔溃疡，你这上下不分呐！都是皮肤嘛，是痔疮栓还是痔疮膏？你为什么那么懂呢？说明前锋是一个有志青年。我跟你讲，但是韩哥你知道吗？他是天生那个好皮肤，因为我们的皮肤是很薄的。你说我的脸皮厚是吧？而且我们男生保养的方法都是那种很便宜的。唾手可得的那种，比如说拿那个啤酒洗头。哦，这个我知道的。啤酒洗头有吧？妈呀，洗完了头以后，苍蝇都来了。我觉得男生和女生的头发还是要分开护理，因为地球人男性啊，皮肤分泌出很多的油脂，然后呢，他就需要去油。头发的保养是有非常多讲究的，每根头发都是有鳞片的。所以你要知道该怎么样去顺着它，而不是要去逆着它。有的人洗完头之后拿那个吹风哗一呼，我就是乱弄哎。你觉得你的发质是不是越来越糟糕，就像稻草一样？对，就是你吹头发的方式跟洗头发的方式出现了问题。请2位副局长来提一下，看看今天谁能够成为王牌特工的。雪芙，你先提一个。田园哥。田园哥，好，静静。力挺那个马可。谢谢静姐，请大家来表决一下，你们认为马可是今天王牌特工的，请拍桌子。谢谢。大家呼声这么高，田园你就不要参加了吧。对，好，各位告辞。大家认为田园有可能是王牌特工的，有可能。请拍一下桌子。哎，意思。好，在这里我要宣布，今天的王牌特工就是马可，就这么定。Hey, oh, I got your melody.
哎呀，哎呀，就像青阳一样无懈可击。为什么？因为有这么多高级特工都是我的好朋友，还有我的局长就是我的大哥，局长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没死。他也活在我的身边。什么问题？局长，请问林静副局长此次回归是因为大家的呼声，还是因为他本人说话大胆泼辣呢？大家的呼声加上他说话大胆泼辣。啊，你说。出生于湖南的高级特工瞿颖和本期聊了许多关于湖南方言的问题，您觉得两件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你看得出来有必然的联系吗？那个特工薛之谦什么时候回归？他能否回归会议现场？你希望他回归吗？希望。还不是，既然大家都希望他，就一定会回归。至于什么时候回归，那就要看他外面的那个任务完成的情况了，好不好？